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哎，转发一个。哎，这是怎么回事？算了。好，大家晚上好啊！沙发看到了，然后经常第一个来，这个抢沙发没什么意思啊。北京今年的春天第一次让我有往常北京秋天的感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直不下雨的关系。哎呀，北京春天就是特别干啊，而且前天是沙尘暴，明天是雨夹雪，你说这玩意儿啥感觉？工具包啊，这是不是有点欺负那些文科生玩编程的？不是说好了用 AI 就可以编程吗？还需要 SDK 啊？待会儿我们来解释这个问题啊。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叫谁呢？这一次 OpenAI 发的东西还是非常棒的一个东西，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东西，不像是原来挤牙膏，就是他发的东西，大家觉得可能也不是很多，但是，呃，还是战略意义非常非常重大。这算基本技能了啊，是和会玩手机差不多啊。这个编程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容易啊。去年9月，甲骨文就发布了 GNDV 的生成式企业级开发框架，例如甲骨文23AI 版数据库的新增功能。这个 Oracle 我真的是有日子没用了，我大概有快20年没碰过 Oracle 了。JSON 关系、二元性数据视图、AI 向量检索、AI API 生成和 API Apex 可视化少代码开发工具。这个好像真的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些原来做 To B 项目的这些人，非常非常不适合搞 AI。对，这个确实如此。他们一上来就是很这个系统化的给你一大堆东西啊，这个其实对于 AI 编程来说极其不适合。明辨思维一下什么是用手机啊，这个用手机也有很多用法儿。这个我看看你们都在聊什么。甲骨文官网上招人岗位有5000个，用美国和 AI 过滤后有261个，工资都很不错。要求 AI 不是说会用 ChatGPT 那种啊。这个你们吵来吵去的，我就不念了啊。早点开播啊！这个这不是开始了吗？晚上好啊！今天股票买的茅台赚麻了啊！恭喜！说话了，说话了，这不是在说呢吗？沙尘暴加雨加雪，泥人张。对，这个明天晚上7点半啊，这个我跟塔主会做一期直播，讲一讲吴彦祖的英语课啊，这个也算个 AI 课题。人工智能能出法规了啊！人工智能出法规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必须要标识，标识包含显示标识和隐式标识啊。这个我还没去研究啊。今天观众深呼吸一下，直播开始之前就开始聊起来了啊，这个还好。呃，你还有小扳手啊，这个好吧？你的小扳手是要没收了，啥时候再来充会员啊？
今天呢，我们有两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讲一下华为这个反腐的事情啊。第二个话题呢是讲一下 OpenAI 发布的最新的Agent 工具包啊。这个咱们今天讲两个话题，然后，但是问题是两个话题好像写的内容都稍微有点多，没关系，我们尽量讲吧。好，第一个话题，华为封楼反腐大瓜，是不是咎由自取？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华为的反腐。其实像大厂呢，每年都反腐啊，经常反腐。这个华为的反腐呢，原来可能不这么对外说啊，但今天这个事儿呢，就实在是有些夸张了。有些传闻呢，号称是任正非亲自带人把整个楼封了进去查。当然后来呢，华为出来辟谣说，哎呀，任正非没去，啊，封楼这个事情呢与事实不符。当然这个大家听这话就好了嘛，与事实不符，可能少留了个窗户或者什么的啊，这个就叫与事实不符了啊。但是大家都传得很邪乎啊，说这个是老大亲自带人去封楼查处的。那么一开始呢，还故作神秘啊，不说具体是谁啊，说某厂、某大厂、某遥遥领先厂、某菊花厂啊。那么最后呢，就说啊，这是华为，然后呢，又不说是具体哪个部门出事了，对吧？说三个字母的部门啊，大家自己去查哪三个字母。后来呢，知道是华为成都的 ICT 部门，这个 ICT 呢叫信息通讯技术啊，这个三个字母 I 是 information，C 是 community，T 是 technology 啊，ICT 部门，它下面呢有一个事业部是存储事业部，是他们出事了。然后据说是上百人被辞退，大部分呢是 OD 人员啊。当时我看到了以后说，什么叫 OD 人员呢？啊，咱们继续往后边讲啊。那么这是一次什么样的贪腐呢？叫招聘腐败，而且呢，据说是造成了巨额的损失。官方自己呢并没有明确损失的数据，但是网上呢有很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损失了5100万人民币，这个数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逻辑啊，但是呢有人在讲这个事儿。还有人说呢，说是这次欧弟招聘了2900人啊，然后每个人呢给了2万块钱的入职介绍费，就是说，哎，我想入职，我要给这个 HR 贡献2万块钱啊，他就让我去入职了。那么如果是2900人的话，那就是5800万人民币，对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而且这些人交完2万块钱入职费以后呢，在入职的第一年里头，每个月还要再上交3000块钱，对吧？这是按月扣的。那么一年是36000，如果把这个2900人都算在里头的话，那么也就是1.044亿啊，这就是一个更大的数字了。而且还有一个数字披露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还倒卖考题，提供替考服务，对吧？因为你要想到华为去上班啊，你还是要去参加招聘考试的啊。那么这个有些人未必考得过，那么80万，据说还有人接了这样的一个工程，对吧？这个就是说我们给你提供一个这个考题销售和这个代考服务啊，这个还有一个80万在这儿。啊，那么后续的合规成本以及华为的商誉损失都很难计算。至于说违规招聘进来的这些人到底有多少，是2900人都是，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么这些人去做的工程项目到底做成什么样，这就真不好说了啊。所以据说是损失巨大。然后华为呢自己出来了一个这个文件啊，也是最后承认了这件事儿啊，是我们的事儿啊。他这个文件特别有意思，叫对非雇佣人员选择业务中违规事件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对吧？这个里头呢，啊，首先文件里头宣布的事情是，违规行为是什么？涉及 ICT 产品与解决方案半导体业务部等部门的员工在非雇员招聘中存在的安排替考作弊、干扰面试定级等违规操作，
部分人员甚至通过下属出卖公司信息资产，获取不当利益啊，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非雇佣人员啊，你还招聘他，你招了以后他还不是你的雇员啊，这就涉及到这个 OD 了。实际上这些人是外包啊，就是说他在招聘外包的时候去做这种替考和作弊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被发现了。那么处理措施呢，是对违规当事人予以除名，要求退回全部违规所得，并赔偿公司损失，同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对相关管理责任人给予严重警告、降级、工资下调等处分。那么就是还有些人没有开除嘛。然后涉及的范围呢，据说此次共处理了72名员工，那么这些员工应该是华为的雇员，其中36名的直接责任人里头，13人因情节严重被除名，并要求全额退赔违规所得，10人被辞退，13人遭到劝退并降职，26名管理责任人因监管失职被处以降级处分，然后冻结晋升以及涨薪等处分。那么就是有一部分人是开掉了啊，还有一些人是留下来了。所有通过舞弊入职的非雇员已终止服务，并且永远禁入。这个我觉得挺冤的啊。那么这就是华为对这个事情最终的处理。非雇佣人员，也就是 OD， 什么是 OD 啊 ？OD 的模式呢，属于外包派遣，就是员工与外企、德科或者是科瑞国际等外包公司签订合同，但是实际工作内容、管理、培训以及晋升由华为直接负责，与正式员工高度融合啊，这就是它的 OD。那么这个 OD 的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2019年开始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帮人呢？就是原来华为也是用外包啊，但是外包呢会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外包通常是以项目为单位的。你比如说，哎，我现在包了一个项目，然后我这帮人啊，这个总共算这个项目多少钱拿走了，然后我干活去了啊，干完了以后，这个给你交项目，你验收就完事儿了。这是传统外包。那么传统外包呢，员工是由外包公司招聘的，外包公司进行考核和管理，外包公司负责发薪水，外包公司这个通常只外包这些外围的项目啊，而且也没有转正的正式渠道。你不能说，哎，我外包公司干了一段时间，我要到华为当正式员工，这个是不允许的啊，除非你跳槽啊，但这个机会就比较渺茫了。后来华为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些外包公司干的活吧，质量不行啊，而且呢，这个也不够努力，不够加班，不够卷，对吧？交付的能力也有问题。说算了，咱们改叫 OD， 他们叫驻场外包啊。然后呢，这些人是由华为招聘，以人为单位，就是你就给我提供人啊，其他的你什么都别管。华为负责考核、培训、评估啊，以及这个升职啊，而且这些人也是有职级的。对吧？职级分为第1到第5，对标华为的13至17级，月薪呢是从1万到4万，年终呢还会固定的有2到4个月的年终奖。那么华为整个考核啊，而且还有转正机会，据说每年是有5%的转正机会，有些部门每年可能会有10%几到20%的转正机会。你干得好啊，我就允许你成为华为的正式员工。那么华为自己呢，其实是不想承担巨大的人力成本，薪水相对来说啊，其实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就是按照华为自己的说法啊，比如说这个 OD 的第1到第5级对标华为的13到17级，他们的薪资是一致的啊，就是你该对标17级的，你就确实是拿到了17级的薪资。但是呢，这些人没有股票。也可以随时解约，因为你正常的这个员工，你要解约的话，你是要谈赔偿的，对吧？那么华为说我不想给你谈赔偿啊，这个我需要解约的时候随时解约，那么他就使用这些 OD。那么使用 OD 的还有一个巨大好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不停的 PUA 这帮人啊，不停的激励他们为了转正的那些渺茫的机会，更加拼搏，更加努力。
对吧？其实大家在一个公司里头，谁是正式员工，谁是 OD，心里都清楚得很，对吧？这个你是有阶级差异的，就像我们以前在盛大大家挂带子一样啊，每个人在胸口挂一个带子，这个红带子是这个中层啊，蓝带子是基层，黄带子是高层。你看一眼别人脖子上戴的什么颜色，你就知道这事儿说话谁算数了，对吧？那么 OD 在这里头也是有极大的压力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华为呢强调说，啊，我们不是要剥削他们啊，我们这是多元化用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件事怎么被发现的呢？首先是网上就有公开售卖考题的啊，然后公开说你给我钱，保过啊，你一定是能进得去的。那么想要进入华为的人呢，本身又非常非常多，对吧？现在遥遥领先嘛，这个为国争光嘛，而且现在找工作也挺难的，对吧？那么大家可以去华为还是很棒的。那么这一次有人内部的人员不配合，据说是他这个存储事业部里头有一些中层管理干部不愿意去配合这个面试舞弊，然后把这个事儿举报了。然后呢，还有可能1到2个人应该转正了，但是呢，他的名额被挤占了，对吧？挤给其他人了，他不服气，然后就去写举报信去了，对吧？于是啊，这个证据确凿啊，就是他把所有的外边流传的各种这个广告也好啊，各种聊天记录也好，统统都截图，然后向这个华为高层举报，然后就直接这个冲上来把它处理掉啊，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那么华为这事儿是不是咎由自取呢？是不是活该呢？这个我觉得啊，咱们先得个结论，这事儿确实是他活该啊。为什么？因为华为一方面呢，想要最好的员工、最听话的员工、最努力的员工，同时他又不想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成本，对吧？那就只能去搞 OD，只能去搞类似这种奇怪的事情。因为什么在 OD 这块会出事儿？因为他觉得你不是我的员工，对吧？我内部的很多系统你上不去，然后你想告你都没地儿告去啊，这个我就可以去盘剥你啊。那现在就出事儿了。94年其实是立过法的啊，同工同酬，到现在为止，华为这儿依然没有实现，对吧？虽然他们的薪资是跟华为内部的员工可能干同样等级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话语权，他们的这种叫尊严，或者说这个他们整个的这种股票和他们的一些内部的什么知情权这些待遇上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做到同工同酬，对吧？那么这个外包这件事儿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违法性的啊，就是华为干这个事儿，因为在中国呢有规定啊，就是法律上有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外包，什么情况下不可以。这个外包有3个标准，第一个叫临时性、辅助性和可替代性。这个时候你是可以使用外包的，所有的核心业务外包都是涉嫌违法的。而华为的 OD 是要去做核心业务的，这个事儿是很明显的是违法的一个事情。那么面试招聘呢，它就会有这种叫囚徒困境，因为招聘的人希望找到真材实料的好员工啊，至少一开始他是这么想的。那么应聘者呢，就会刷各种各样的叫面经，面试成绩贼高啊，进去发现货不对版。什么叫面经啊？就是面试的经典啊，就是我去研究一下怎么去面试。比如说，我要去这个字节上班啊，现在你去网上搜去有字节的面经啊，各个岗位、各个这个职能部门都有面经啊，说这个岗位是怎么面试，那岗位是怎么面试的，一帮人在里头去搜集这个。那刷呗，中国人刷题这件事儿多么容易，多么这个顺手，对吧？但你刷完题进来的人能干活吗？他干不了活啊，那你怎么办？我就没有办法去把真正能干活的人筛出来，对吧？那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加大考试难度啊，我面试这个题做的更难一些，让你这个面经失败。但是呢，这是一条不归路啊。刷题的人永远比真正干活的人得分高啊，这个没办法。这个因为我以前也去参加过一些软件公司的面试，但这都是可能20年前的故事了。这个干活肯定还是一把好手，但是你一上来考我很多这个基础知识，
对吧？问我一个很长的单词，这词怎么拼？这个那真拼不对，对吧？我记得当时写这个Delphi 啊，写 Pascal 这样的语言啊，然后呢，它里头有一个词是 initialization 啊，它的里头专门有一段写这么一个词，特别长那个单词，然后让我拼，然后这个我就没拼对，对吧？那这事儿它就没法整。现在这个你只能是不断的增加面试难度，而且增加面试难度的时候，好多呢还是这个HR 去出题啊，因为真正的工程师哪有空理你这个，对吧？就算是华为的 HR 原来是做过工程师的，但是他要想去增加这个考试难度也是非常费劲的。而且很多的考题，你想增加难度怎么办？你必须要拿真实场景上去。所以为什么前面华为的处理结果上也说啊，这些人泄露公司的机密了？是这样的，你把一些真实场景的考题泄露出去了，大家就知道你在干嘛嘛。那么招聘的标准越来越高啊，题目越来越难。真正按照这个标准去招聘的话，肯定是很难凑齐牛马的，对吧？这个你凑不够啊，你这个你最后把题弄上来以后，一定是说，哎，我考的越难，进来的人越少嘛。但我又需要这么多人干活，那怎么办啊？而且真正能干活的人，他通不过考试。那这个时候面经就成了一门生意，或者说代考啊，这个培训、入职培训，或者说考试、面试培训啊，这个事儿就变成了一门生意了。一定会有人挣这个钱啊，原来也一直有人挣，但是这几年呢内卷的很厉害了。那么这笔钱最终变成谁挣的？就 HR 自己挣，对吧？你这个外边人再怎么弄，你肯定是没有 HR 真正了解，说我今天到底要招什么人，到底需要怎么样的事情，啊，这个事儿肯定是没法整的。还有人问说，哎，这么进来的人到底能不能干活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是现在所需要干的活，绝大部分人上去都是能干的啊，不是说这个华为的事情就多么多么难做，你随便这个招人进去了以后就给你把活干坏了啊，这个不至于，绝大部分人其实都能干，对吧？如果说，哎，现在我这个任务分配下来啊，这个人经过简单的培训和学习以后干不了，那通常是任务分配这个地方有问题啊，并不是招工程科学家，对吧？他招的还是一些工程师或者是一些项目实施人员，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啊，你这个题考不考意义没那么大，你考的再难，你都没有意义。那么再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部门啊，大家注意啊，叫 ICT 部，然后呢，这个下面的存储事业。当然，他们是干嘛的呢？他们是专门做大政府项目和大企业的，啊，给华为云做这个相关项目的人啊，这个里边的人，纯洁的人应该未必混得下去吧？因为你想，它都是一些这个政府单啊、大企业单啊，那么这个里边有很多的非商业手段，那么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上边人每天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出去吃喝玩乐拿单，然后这个各种的回扣给出去。那下边人肯定有样学样，对吧？这个你不可能说上边人每天这个吃喝嫖赌，下边人说，哎，我都跟圣人似的，啊，这个老板也这么想，但是不可能啊。所以华为呢就有这种奇葩的制度啊，HR 跟程序员之间相互转换。你今天做程序员啊，然后做过几年以后去做 HR，然后在 HR 做过几年以后再回去做研发管理，然后再这么往上升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见过星山的人啊，就是这些人就是见过血的人，就都回到 HR 体系，然后再在程序员体系里来回换。所以你指望这帮人守规矩，不是扯淡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出了事情就是必然的啊。所以华为出这种事儿一点都不冤，因为它违规的使用了这个叫做外包，而且呢，他们现在的整个的面试体系实际上已经崩塌了，对吧？不断的增加难度，让所有人没法通过面试，那他又要找人进来干活啊。那在这个过程中，谁来谁不来，其实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就有人会去挣这个钱。而且华为整个的这种 to B 的团队，就是一个这个各种的这个非商业手段进行销售的团队，所以他们出这个事儿一点都不冤啊，所以这个事儿他们是咎由自取。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其实跟员工用工这块
还是发生了很多变化。第一个，珠三角那边拒绝加班了，对吧？华为这边其实也在调整。珠三角为什么拒绝加班？真的反内卷了吗？太天真了，不可能的。中国人是不可能放下内卷这件事儿的。这次反对的呢，其实也不是加班啊，这次反对的是无效加班，就是你没事了，你就别在办公室泡着啊，别在那磨洋工，赶快回家去。有事就做，没事就早点回家，给公司还省点电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什么？就是要应对欧盟的反强制劳动啊，这个事儿是要去应对的，否则这些东西没法卖啊。为什么这事儿发生在珠三角，没有发生在长三角，没有发生在其他地方？因为他那边主要是做外贸的，对吧？你要往欧盟卖东西，你就要去处理这件事情。你要真反内卷，应该怎么个反法？招聘足够的弹性岗位，对吧？现在都是一个萝卜三个坑，还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那你万一这个人走了以后，啊，我去休个假啊，我去这个出去玩了一趟，那回来以后，如果老板发现你在不在这个公司都照常运转的话，就直接把这人干掉了，可以少一坑，对吧？他这么干，这个中国人是没办法享受带薪休假的啊，也没，因为他没有替换岗，一个人休假了以后，好几条业务线就要停摆。对吧？我们都会用这个集体主义来绑架员工啊。他说你请假了，你其他同事的工作怎么完成啊？你好意思吗？对吧？都是这样的方式，这员工就没法请假。一旦员工请假了以后，这个发现哎，这个业务没有停摆，那他就不用回来了啊。你不像西方似的，你看欧洲这帮人休假了，休了假那就停呗，对吧？然后休假了以后，你休多长时间假回来啊，继续给你找地儿给你上班去啊。他不会因为休个假就给你把人开了。啊，这有些企业不一样啊，比如说特斯拉就不一样，马斯克好像有一个跟了他很长时间的秘书，出去休假，休完了以后发现，这个有你没你都没什么关系啊，回来的时候就给开了。这个马斯克我觉得这点上还是挺中国的啊。这个另外一个你要想避免内卷是什么？就是要提高薪资待遇，对吧？像富士康，你不加班，工人就会饿死。所以富士康说，我现在不加班了，那工人会闹事儿了，说求求你让我加班吧，对吧？应该是给出不需要加班也能尊严养活家人的薪酬，这个才叫不内卷。现在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没有做。那么欧盟这个反强迫劳动法案啊，这个总要做做样子，我们还要装个样子，要装一下嘛。实际上，欧盟的这些采购商啊，他们也知道你在干嘛，对吧？但是你做了样子以后，我们就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把这东西买下来啊，这就没什么大毛病啊。真的着急了，这个肯定还是得加班啊。这个但是样子我们做了，这个表面工程还是要做的啊。中国员工离开办公室，其实照样是会保持手机24小时在线的，回家该干活还是得干活啊，这个跑不掉的。珠三角这边呢，就是出口企业啊，他们就会去做这个表面工程啊。美国这边呢，还要折腾欧盟的人呢，是这个最圣母的一帮人啊，这个一定要好好的这个表演一下。最近刚刚出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惠州德赛电池强迫加班事件啊，这个事儿是，应该是这几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啊。2025年1月22号，有一个员工晚上8点半上班。干到早晨6点半，已经干满了10个小时啊，要求继续加班到12个小时，拒绝继续工作了。那么公司要求其自愿加班12小时嘛，不愿意怎么办呢？班组长以到岗不足10个小时为由，记为旷工啊，扣了3天的薪水。那么这哥们在网上发了个视频，说我干满8小时了，我都干了10个小时了，还是被扣了3天的薪水。这个事儿呢就冲上热搜，全家都被人肉。要求这个删视频，说我找到你父母了，我找到你弟弟了。这哥们的弟弟大概上小学，也不是上中学，绝对未成年人。说我要挟你，必须删了啊！然后这个视频呢，应该还是被删掉了啊。这个惠州德赛电池呢是果链企业啊，给苹果造电池的。这个事情呢一直在发酵啊。这个德赛因为它是个上市公司嘛，资金外流啊。资金外流，股票下跌，很多网友呢就在股票吧里头开始去这个抱怨了，因为你股票下跌嘛，你让人赔钱了啊，一帮人上来说咱们这个向苹果发邮件举报吧。然后呢，有一些股民在股吧里头就发帖说，这个我们已经向苹果写了举报信了，对吧？这个
被克扣公司的员工啊，被克扣工资的这个员工自己应该并没有写这个举报信，这个举报信应该是买了惠州德赛电池股票的这些人啊，因为赔了钱了很生气，向苹果公司写了举报信啊。这个苹果跟德赛电池呢，最终也是做出了回应。德赛电池说，哎，这个人也是外包啊，大家注意啊，他跟华为发生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他也是个外包人员。啊，然后啊，他们其实是向苹果保证了，我保证执行劳动法，因为甭管是苹果还是三星，所有这些国外的大企业在中国找代工厂的时候，都是要求你必须严格遵守劳动法，必须给他们买社保，这个事儿是有要求的，而且会不定期的进行暗访啊。那么这些人就是我们是这个没有问题的啊，这个确确实实是自己的员工都做到了，但是外包的人员我们就没有办法保证了。所以苹果来检查的人呢，估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道是不是有拿回扣啊，这个都难说的事情。那么最后这个德赛是说发现事儿过不去了啊，出来处理说那我们赔偿吧，把这3天的工资还给他，对吧？然后我们也承认啊一些外包人员劳动法上执行的有漏洞啊，我们以后要加强管理，大概是说了这样的一个话。现在国内呢在传照片啊，左边是包青天，右边呢是脑门上印了一个黑苹果的提姆库克，说你看这回知道谁是真的包青天了吧？提姆库克是，别的都不是。你这个什么举报啊，发什么媒体啊，或者到哪儿去，这个比如说劳动仲裁都没用啊。这个向苹果写信这事儿是好使的，对吧？提姆库克呢才是包青天呢，就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也是昨天啊发了个牢骚，在一个群里头说，哎，这个叫什么呢？说这个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地方，对吧？我们需要依靠外国资本家来去维护工人利益了，对吧？我们这儿因为工人罢工算是寻衅滋事啊，所以只能是向欧盟举报啊，向苹果举报。所以现在呢，抖音上一帮人也在那喊说，哎呀，这个终于闹明白了，以后这个谁敢强迫我加班啊，谁敢这个扣我薪水，谁敢这个无故开除我，对吧？我们就去向欧盟举报啊，写举报信。然后呢，这个因为欧盟这个反强迫劳动法是有这个举报信箱的，大家就可以写就好了，对吧？写完了以后，这个大家就会整个的把劳动的环境搞得好一点。你比如说，你这个住宿条件太差，都可以写举报信啊。当然，以中国人的调性来说的话，这个大量的举报信呢，可能还轮不到这些职工去写啊，大量的举报信应该是竞争对手去写。这个中国人向来玩这个事儿玩的是很溜的，对吧？就像当年往这个亚马逊举报作弊一样，都是竞争对手之间相互举报的，对吧？这个好开心的，这个欧盟马上就会说，这个你们到底在干嘛，对吧？啊，那么再往后，华为发生的事情是这个内卷时代的一个必然啊，咱们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机关算尽。对吧？劳动法起作用的过程其实是在国内是比较玄学的，对吧？我们有法，但是呢，这个你到底是保大还是保小？这中国人向来问这个事儿嘛。哦，我为了你一个人利益，万一把企业干垮了，对吧？那么这个那么多人都要失业，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对吧？你要这个牺牲一下你个人的利益啊，这个是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执行的一些方式吧。那么不同层次的 PUA 就有不同层次的表演。这个核心岗位我们都外包了啊，每年5%的转正机会，这就是妥妥的 PUA。伪装自愿加班也要表演给苹果爸爸们看，对吧？你一天工作12个小时都是自愿的。那么一旦禁止加班，比如像这个大疆啊或者什么美的啊这些禁止加班，那是表演给欧盟圣母看的，对吧？更多的外包啊，像华为的欧弟外包，德赛电池的员工也是外包啊。那么外包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成本了，这个就是让他们去逃脱，对吧？他们这些雇主作为这个员工雇佣方的各种的责任啊，就是使用外包。未来的话，应该会有更多的举报啊，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啊，咱们就好好的向欧盟举报吧。短期内，
应该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人民日报还上了一个节目，一群福建、广东那边的老板啊，坐在这儿嘲笑老外不努力、不够卷。其实我原来也这样啊，这个咱们要承认，对吧？只是现在改变了，我现在只能卷我自己了，没法卷别人了。那个以前手下带人的时候，我这个也挺卷的，但是呢，这个量变积累多了，最后总会达到质变的，对吧？大家不停的向欧盟举报，向苹果举报，然后向这个不同的，比如像美国政府举报啊，这咱们就举报就好了。那么慢慢的话就会有所改变。那么大量受过各大厂培训的螺丝钉正在被时代所洗刷，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一边呢是机器人替代啊，一边呢开始向海外流转啊，因为你国内搞劳动法，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些工作岗位搞到什么越南呀、这个缅甸呀、这个老挝呀、这个印尼呀，搞到这些地方去，对吧？那这些地方呢，这个一些原来受过训练的啊比较好的这些工人就会成为工头啊，把这些制造业迁移出去。那么任何工厂都可以快速加工，实现生产力跃迁，这个是中国比较强的地方。你就像苹果，每年我有淡季、旺季，然后在旺季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把人招起来，在淡季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把人都裁掉，这就是中国比较神的地方。那么这种状况其实最适合干什么呢？这个说远了啊，这种状况其实最适合打仗啊。为什么？全球化结束了，那么现在我们需要一种可以快速爆兵、快速爆产能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快速的转嫁内部矛盾啊，这个是整个现在中国的这种产业结构可能最终的一个出路啊。这个讲的稍微有点远啊，最终结束啊，还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者的待遇会越来越好。当然也还希望世界和平吧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看看大家有什么这个评论。能不能讲讲 AI 编程工具？哎呀，这个本来周四有个机会去讲的，这个周四那个又有人邀请我去讲 Tree，但是上周玩 Tree 实在把我玩伤了，我准备下周吧，下周看看再去讲一次。不好意思让大家像指什么乱七八糟，每个月有提成太离谱了。这个有每个月都提。其实猎头公司拿的钱是入职人员，年薪的可能是15%啊，后来到10%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东家带头不好，大家都各自找外快了嘛，各种卷呗。又赶上直播了啊，老范人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我在这儿呢。难道你没看到我吗？啊，你们见过吃饺子蘸白糖的吗？什么意思？没有国企的命，得了国企的病。是的，这个华为，哎，这个就没法说了。这种定总价的外包模式似乎不靠谱，开发软件多少有点创新，谁能事先知道要多少工人？美国的外包一般是外包小时费用和材料，例如一个架构师$100一小时，外加出差机票、旅店、吃饭包干啊，3个中级甲骨文数据库开发师啊，$80每小时啊，是。查的这么严啊，明显是华为这个业务不好了，变相裁员吧？这个应该不至于啊。再怎么着，你不能丢这人。这个，如果你觉得我不知道，你知道你就告诉我你知道点啥，对吧？我不是学渣，是学霸。但是如果外包项目方式要我做考题，
我是不做的，反正做不好啊。我喜欢面试聊天聊技术，聊得好的以后容易项目合作。但是现在面试的人太多呀，你这个每个人都去聊天的话，你面不过来啊。所以一定是上来先出筛嘛，这个事儿是跑不掉的。这个事儿老板思维和打工思维肯定是对立的啊，这个没啥好对立。华为的 ICT 项目部署都有很详细的文档和脚本，会打字就能做。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并不需要多么强的人啊，说需要参加多么难的考试，这些人才可以去应聘，才可以入职，才可以干活啊。这个事儿我是不信的。大概是黑他的。马斯克在中国可是放弃了用外包劳动啊，特斯拉负责的啊，这一点就很难得。对，马斯克在中国确实是不用外包的，就是所有特斯拉中国招的员工都是特斯拉直接招聘的，这个是真的。但是马斯克助理那个故事，我后来没有核实啊，这个事儿回头我去核实一下。我考察大国软件企业喜欢上厕所路上，随便打量一下开发大厅啊，看到不少员工都在淘宝，我有点脱节。估计现在更多的是拼多多和小红书。是的，其实这个怎么说呢？现在也没有那么多事情啊，就是你招了一堆人，你也没有那么多事情可做。但是拼多多、小红书也不至于，因为现在还有一些软件企业，他们专门开发了软件，可以把员工的屏幕截屏，啊，定时截屏，比如每几秒钟截一次，然后进行分析。如果发现你在拼多多、小红书啊，或者是招聘网站啊，这个或者你在准备简历，这个都会直接报警的。华为好像很多项目都是找人外包做。是的，华为的外包比例非常非常高。有一段我在广州饭局上经常遇到有华为的人说要把项目包出去分钱啊，这个里面肯定流水还是很大的嘛。厨房是不是经常吃饭？什么意思？晚上好。在大国吃饭是工作的一部分，在美国，我现在很少外出吃饭。家里领导说，啊，总是吐槽饭馆还不如我做的好吃。你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嗯，你每天都吃饭啊，这个饭肯定还是要每天吃的嘛。找好新工作再举报。哎，这个现在大家都找不到工作，所以就是你让我不顺心我就举报，对吧？千万别想着说，哎，我找着工作再举报啊。去欧盟举报劳动啊，当心被认定是间谍活动，这个不那么容易啊。这种举报的还是很多的，而且更多的举报就是竞争对手举报，不会轮到这个员工举报的。只要有举报的这件事情，这个中国的企业都会把它用到极致的。你想，华为跟中兴两个公司还在欧洲相互起诉对方侵犯专利呢。欧盟除了北欧外，其他地方根本不圣母，就是演戏。比如有些连锁超市他们会验厂，比如说供应商的员工薪资和休假等等，但是国内的厂商根本达不到标准，他们也知道，就是互相演戏而已。白左，也就是又当又立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可以干嘛呢？就是我们可以举报竞争对手啊，比如说我这儿是一个什么沃尔啊，我不是沃尔玛了，这个欧洲应该是家乐福对吧？比如说我这是家乐福，然后旁边可能有一个别的什么商场啊，也在卖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举报那家商场啊，他们卖的东西是使用的什么什么东西去啊这个强迫劳动去做出来的啊，包括以后比如说申印。啊，还有像这个 Temu 这样的公司跑到欧洲去销售了，啊，还有像这个 TikTok 跑到欧洲去销售了，他们就可以去举报家乐福的商品都是强迫劳动回来的。
这个你要相信我，中国人是做得出来这种事情的。合法权益就要靠自己去争取啊，这个看吧。希望打仗，哎，别打仗啊，打仗还是很危险的。这个不认识啊，这个不能乱讲，这个也不能叫不认识吧，就是这个就是没什么联系啊，没什么联系。记得父辈这一代没这么卷，母亲还能接孩子放学，导致当下内卷的核心原因是什么？人口红利也逐渐消退。哎呀，这个内卷的原因就还是没人管，就这么简单啊。避免内卷，得一个行业同时停止加班，否则不可能实现的政府强制性的，是这样的。这个政府号召不惧内卷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只有什么样的情况会有意义呢？就是这个严格处罚。台湾当时把内卷干掉是怎么干掉的？就是举报啊，任何人举报老板说，哎，下班时间给我发 Line 了啊，他们是使用 Line 的，就直接举报，对吧？举报了就罚钱啊，只要接到举报就罚钱。后来那台湾老板都完全没办法，就那就那个什么呗，把整个的节奏降下来，然后干不完活多招几个，对吧？那就如此了呗，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但是中国到现在为止，也就是说我们啊倡导一下就行了。政府是内卷的受益者啊，这个倒也不是受益者吧。政府呢，永远想的叫保大还是保小啊？他们永远想保大。刚才在看甲骨文人力资源管理软件的 AI 啊，已经可以用 AI agent 来分析筛选应征岗位的简历了，包括搜索评估 LinkedIn 和 GitHub 等等的社交媒体表现。哎呀，这个我们早就玩过了，这个刷 LinkedIn 刷这个 GitHub 一堆人都干啊，你去查这个。在特斯拉什么这个电池供应部上班的什么还是什么清华毕业生一堆一堆的，这些人实际上都是那个 Facebook 给他骗婚的，然后在 GitHub 上刷星的都是炒币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 Oracle 还需要好好的学习一下人性。内卷是无奈的办法，高端制造无法养那么多人啊，低端人口又太多了，呃，不乱根本没办法活啊，这个就不好说。我觉得办法总是有的啊。欧洲都是垄断的家族事业，什么意思？什么圣母都是为了那些家族生意服务，这就不知道了啊。欧洲毕竟没有在那儿生活过，华为营销做得非常成功，是的，很厉害。华为包装现在，但是也很走火入魔了啊。内卷的本质是为了抢低端制造业，中国还算好的东南亚的工资，更低啊，更卷，死循环。其实东南亚好像还真不是这样，就是越南该罢工照样罢工，对吧？也其他的像老挝、缅甸我不太确定，但是越南确实是罢工的，印尼也是有罢工的啊，所以这个事情，你真这么卷是卷不动的。来晚了，从头慢慢追啊，不着急。买了小米电车，打算开几年啊？普通家庭打算开5年以上家用车，推荐纯电车吗？我还没到手呢，我大概运气好下个月啊，运气不好就下下个月就可以到手了。父辈那时候也内卷啊，那个时候小孩上下学不要家长接，正好在路上贪玩，哎，这个倒是真的。以现在这种环境，国内人口就算是降到8亿，不还是内卷？是这样的，他只要政府不管，就只能是卷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资本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自制力、没有自我约束能力的啊，必须是要靠政府和法律去管，这个没有办法。你就像美国，如果这个不是内部打仗的话，他可能现在还在贩奴隶呢，对吧？资本是永远追求最大利益的。喝口水，然后咱们准备讲下一个故事。
好，第二个故事，OpenAI 最新发布的 AI Agent 是不是应该感谢 Manus 呢？啊，这个是不是 Manus 上来以后就直接让 OpenAI 挤爆了牙膏了呢？这个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事情，OpenAI 又被中国人挤牙膏了，突然就宣布自己的 AI Agent 开发套件上线了。啊，有人在下边回复啊，感谢 Manus 啊，好像还是一个英语回复的，不知道哪儿了。去年连续12天的无聊发布会之后，春节又赶上了 DeepSeek 的暴击，明显加快了发布的进程啊，像什么 GPT 4.5、GPT 5的新方向、AI Agent 的各种工具。当然，它当时发布的呢，还不是开发者工具啊，当时发布的是这个使用者工具，给他这个$200一个月的这个叫做账户啊 Pro 账号用的这些工具，包括像这个 Operator 啊、Deep Research 和 Task。当然后来 Task 是第一个就上来啊 Plus 用户就可以用了，然后 Deep Research 也放下来了。到目前为止，我应该还不能用 Operator 啊，其他的都可以用了。这些呢都是啊这个今年 OpenAI 发出来的东西。那么他也在思考到底是不是要开源啊，目前还在纠结。现在呢又被 Manus 给输出了一把啊，Manus 到底怎么样，咱们不去管它啊，但是呢，这个 Manus 肯定对他还是有压力的。如果没有前面 DeepSeek R1的输出的话，OpenAI 大概压根儿就不会看 Manus 一眼。但是现在有了 DeepSeek 了，那么中国人到底干什么，他还是要稍微认真看一下的。Manus 的发布让业界看到了 AI Agent 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真正对 OpenAI Agent 的这个领导地位所造成威胁的，并不是 Manus，而是另外一个东西，是 Anthropic 的 MCP 协议。这个东西已经快要成为事实标准了。因为在这儿呢，不可能有真的谁说咱们坐下来定个标准吧。在这么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里头，一定是谁跑的最前头，谁用的最多，谁成为事实标准。那么现在 Anthropic 的 MCP 随着 Manus 的爆火，对吧？这个快速的在成为事实标准的这条路上狂奔。那么 OpenAI 说这个事儿是不能忍的啊，我必须得把这个东西抢回来，我是行业老大，标准必须我说了算。所以这是他这次发布 AI Agent 开发工具包的一个核心原因。那么赶紧 OpenAI 就发布了 AI Agent 开发工具包，保住自己领头羊和标准制定者的位置。这个是标准之争啊，是 Agent SDK 和 MCP 之间的竞争。Manus 在里边算是一个催化剂啊，也起作用了，但是呢，起到的并不是根本作用。那么 OpenAI 这一次到底都发布了些什么东西呢？啊，第一个东西呢叫responses API，应该是这么念的吧？这个就是响应式 API 啊，咱们还是讲中文吧，万一念错了呢。它呢，第一个可以搜索啊，比这个谷歌稍微便宜一点，就是你直接可以在调用 API 的时候命令它进行搜索。谷歌自己也是可以搜索的啊，就是你使用 Gemini 2.0 Pro 或者 Gemini 2.0 Flash 这两个模型的时候，是可以去使用一个叫 Grading by Google Search 的一个服务啊，它就是每一次生成之前去搜索一下。那么这个谷歌的服务呢是$35可以搜索1000次。OpenAI 的搜索呢是，如果你用 GPT-4o mini 去搜索是$25 1000次，如果使用 GPT-4o 去搜索的话是$30 1000次，啊，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比这个$35的要稍微便宜一点点。啊，其实一些搜索的 API 要比这个还要再便宜一些的，有$4的，有$8 1000次的啊，当然也有贵的，有$25的，我也见到过。这个国内的搜索要更便宜一些，比如说我们在火山引擎上用它的这个搜索服务，大概是1000次是6块人民币啊，这个国内要便宜一些。这个是第一个啊，就是它可以搜索了。你说，哎，现在 GPT-4o 你给我生成什么东西，然后附带搜索，然后这个就可以有更好的、更准确的结果回来。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文件检索，说你啊，这个别出去搜索了，我给你几个文件，你在这个文件范围内去给我答啊，那么这个也是允许的。这块呢，其实做的是 RAG，就是
它有一个类似于网盘的地方，你要把一堆文件传上去，让它去进行 embedding 的这种嵌入处理，然后生成这个矢量库，然后说我们根据这些内容去进行回答这块是第二个叫文件检索。第三个呢叫做计算机控制，叫CUA叫 Computer Use Agent，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它呢可以控制你自己的电脑，也可以控制指定的虚拟机或者是一个 Docker 的这种服务器这个都是允许的你可以在这上的浏览网页或者是打开什么网页去截图点这个确认输入什么各种信息这个都是可以通过这种 agent 去干活了这个就是这一次新出来的这个叫responses API。那么仅这3个功能嘛，对吧？这个加了3个工具就出了一个新的 API 这个就太小看这个responses API 了。它呢其实是整个 OpenAI 在对 API 进行升级这个升级原来呢 OpenAI 的 API 是使用叫completions API， 叫完成 API不叫现在新的叫响应 API， 原来叫完成 API， 或者说叫补全 API， 对吧？我们讲都是你跟他说了一句话，他给你把后边那节补全实际上叫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传统的completion API 呢，它主要是用于对话的，虽然也能调工具，但是呢过程要稍微繁琐一些，比较麻烦。多轮对话呢必须用户自己去维护状态，什么意思？就是你每次跟他说的时候，他不知道你是谁，对吧？你必须要告诉他说我是谁谁谁咱们接着聊如果你要进行10轮对话，你需要把前面9轮的你说了什么，他答了什么都作为 token 直接传上去，他才能给你进行第10轮对话。那么这样的话，你聊得越久，对话的轮次越多，对吧？这个 token 的费用就收得飞起。反正 OpenAI 是通过 token 的费用来挣钱的，那他就很开心的来去挣这笔钱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系统。中间呢说我们挂工具稍微费点劲他后来还做了一个叫 Assistant API， 但是这个东西没玩起来，因为挂着也很麻烦。所以现在说来别费劲了咱们再出一个新的 API， 叫 Responses API 吧。这个东西来了，第一内置了3个工具，刚才我们讲了搜索、文件检索、计算机控制3个工具搁进去。那你说光有这3个工具不够可以，它还给了一个开源的叫 Agent SDK 的东西，对吧？你可以挂外部的工具进来。你说我这儿有一个工具是专门进行这个比如说股票查询的那我可以通过 Agent SDK把它描述一下，然后挂到这个 Responses API 里边去，你可以调用我的股票查询的 Agent 就可以干活了。那么所有的这些 Agent SDK 挂进去的东西呢，都是由 OpenAI 来进行状态管理你以后再用这个Responses API 再去聊天的时候，你不需要去进行自己的状态管理了，你可以告诉他说我刚才聊到哪儿了那个聊天号是多少，你顺着那个接着往后聊。那么这个过程你就不需要再去上传上下文的这个 token 了它就都可以搞定。而且再加上那个网盘，对吧？你可以把文件扔上去检索多个工具、多个轮次这些东西Responses API 相对控制起来要简单一些。所以呢，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说这一次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更新那么除了这个 Responses API 之外，那么下一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Agent SDK 这个东西是一个开源的 Python 包现在应该是只有 Python 的，据说未来会有 TypeScript 的版本其他的版本它就懒得做了。它能干嘛呢？它就是调用 Responses API 协调外部服务，直接与大模型一起工作，它干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东西是要去跟 MCP 竞争的MCP 呢是 Anthropic 提出来的，它呢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不是那么好使我现在也在用一些 MCP 的东西但是 MCP 是必须要有服务器的，你必须要在本机起服务器，要么 Python 服务器，要么 Node.js 服务器，然后才可以去调用它这个Agent SDK 就不需要服务器，它比那个要省事儿。但是 Agent SDK 呢也有一个比较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它必须绑定 OpenAI这个 MCP 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这种协议，就是你这边是 Cloud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模型也好，你都可以用你只要自己写好了这个上下的这种接口，你都可以使这个东西。但是Agent SDK 就是 OpenAI 用的OpenAI 现在
是因为只有它支持嘛，以后是不是有其他模型能用这个东西？我估计应该可以啊，但是至少目前不行。那么 OpenAI 这一次的力度呢，真的是很大啊，好像没有发布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给 API 改点东西吗？对吧？到底改什么东西了呢？好像啥也没动，对吧？那么写程序的人会知道啊，有一种东西是 OpenAI 真正的大杀器是什么？有一种 API 叫 OpenAI API，compatible 啊，compatible 应该这么念，什么意思？就是兼容 OpenAI 的 API，对吧？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市面上绝大部分的大模型的 API 使用的都是 OpenAI API compatible 这个格式。比如说国内的通义千问啊，火山啊，就是字节跳动家的 DeepSeek，都是使用的 OpenAI API compatible 的这个格式。啊，它没有自己去做一套说我们来规定这个 API 应该什么什么样的格式来调用吧，没有，我们就直接使用 OpenAI 这套东西就完事儿了，啊，没必要自己定了。然后国外的啊，Grok 啊，就是 XAI 的这个东西，压根儿也没有自己的格式啊，它就直接使用的 OpenAI API compatible。然后谷歌的 Gemini 是有自己的 API 格式的，但是谷歌官方直接提供了 OpenAI API compatible，就是你啊通过这个方式直接可以调用 Gemini 了啊，不需要其他任何的这个叫做修改啊，你就可以替换。然后在这个里头，唯一不提供 OpenAI API compatible 的是谁？是 Anthropic 的 Cloud 啊，它是不提供的。但是呢，第三方也提供了啊，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第三方的这种跳转啊，使用 OpenAI compatible 的这个方式去调用 Cloud 啊，这都可以。那么所有的聚合平台啊，都是 OpenAI API compatible，像 OpenRouter 啊、Together 呀，还有像这个国内的，比如说硅基流动啊，使用的都是 OpenAI 格式的 API。然后包括咱们本机跑的什么 Ollama 呀什么的，也都是使用 OpenAI API compatible 啊。那么 OpenAI 的 API 是完全可以通过 HTTP 的方式来调用的，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这种 SDK 到本机去部署，它就可以去调用啊。但是呢，这个调用的格式是由 OpenAI 来规定的，说我第一个参数写什么，后边怎么去写这个调用的这个内容，然后怎么去写这个 token，对吧？这个都是由 OpenAI 定义好的，然后我应该回复哪些内容回来，对吧？大家现在都照这个来的，所有的 SDK 的话，都是基于这套格式来编写，啊，这个让编程呢可以变得更简单一些。所有大家都去恪守这么一套啊编程格式啊，这个事儿就成为了一个事实标准。那么大量的社区 SDK 也都是基于 OpenAI API compatible 来做的，因为 OpenAI 的自己的官方 API 就是 Python 的 JavaScript，可能有 Java 的啊，其他的并没有那么全。你比如说像 Ruby 的 Dart 啊，就是 Flutter 什么这些编程语言，它 OpenAI 就没有出官方 API，对吧？那么怎么办啊？那么就是由社区自己去写啊。OpenAI 也挺开心的，你们写去吧啊，这个就各种编程语言就都支持了，对吧？它是这样来去工作的。就算是 JavaScript 这个 API，然后还有很多的厂家自己去替你写，对吧？效果也都挺好的。那么基于大模型的软件开发呢，基本上也都是在 OpenAI 的这个兼容模式下去运行的，很少有人说，哎，我写这个软件是按照这个Anthropic 的 Cloud 按它这个格式来写的啊，这个其实不多。现在呢，基于 OpenAI 的 API，这种事实标准直接下手了。OpenAI 说来，我改这个东西啊，原来你们基于我的OpenAI API 的 compatible 去写的这些东西吧，我现在直接把原来的这个 API 进行升级啊，我多加一些这个函数进去，多加一些这个调用的接口进去啊，这个我就等着你们跟了。那么加进去了以后啊，它就从completion API 正式的升级到responses API 啊，那么整个社区你就必须得跟着走啊，否则的话你原来的很多的系统就跑不动了。那么原来我们使用的是 URL base， 然后斜线 v1 斜线completion 啊，用这样的方式去调用它的 HTTP 的接口。现在等于多出了一个接口，是 URL base 斜线 v1 斜线response， 对吧？它多了这样的一个接口。那 responses API 的话，
更适合 AI agent，那大家后边就去用就完了。那么现在的 agent SDK 算是对 MCP 进行了釜底抽薪，因为 Manus 的爆火啊，Manus 的爆火啊，真正引爆的东西是 MCP，然后现在 Cloud 的客户端啊，这个就是 Anthropic Cloud 的客户端，这个 Cursor 这个编程工具，然后 Cline 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这个叫做什么啊 VS Code 里头的 AI 编程套件啊，以及 WinServe 这样的编程工具都是开始支持 MCP 了。那么现在 OpenAI 说不行了，这个越来越多的 MCP 服务正在被创建出来，这个标准要确立了啊，这个必须要马上跳出来。那么这个时候 Agent SDK 就跳出来了啊，更简单啊。这个事儿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确实要比这个叫做什么东西要简单的多啊，要比这个MCP 要简单的多。MCP 是你要有一个服务，然后呢你还要专门给这个服务起一个本地的 Web Server 啊，然后再让它去调用啊，这个特别讨厌。现在呢是跟 OpenAI 绑死了，然后 Agent SDK 是开源的，目前只有 Python 版本啊，这个 TypeScript 的版本正在开发中，其他的版本的话，等社区慢慢搞定。当 OpenAI 的这个 Compatible 升级完毕了，那么 Agent SDK 就可以干掉 MCP 啊！我相信现在各个大厂啊，各个的这个MaaS 啊，就 MaaS 这些服务商应该都在加班加点。给他们的这个 SDK 进行升级，去兼容这个OpenAI 的 Responses API 啊，在干这个事情。OpenAI 在 AI Agent 的这一局里头呢，暂时算是扳回了一城。OpenAI 和 Anthropic 所推崇OpenAI 和 Anthropic 所推崇的 AI Agent 的实现方式是什么样的？这个肯定跟现在所流行的是不一样的啊。现在很多的方式都是以流程的为核心的，包括像字节的 Codes 啊，包括我比较喜欢用的 DeFi 啊，都是以流程为核心，我们自己去设计流程，然后在这个流程里头，什么地方去调用大模型，什么地方去调用各种的工具，然后让它串在一起，原来是这么干的。但是呢，Anthropic 提出了一个这个折中方案，就是说你也可以这么干，但是呢，建议大家使用开放的方式 MCP 的方式。让这个大模型可以直接去跟这个这些工具去通讯，相当于是给模型赋能了啊，模型也可以自己搞定一些事情啊。当然你说你不需要调这个模型自己去处理这些工具的结果也没问题，这是 Anthropic 干的。OpenAI 呢现在说，哎，咱们换一个方式。以模型为核心啊，你不要去设计流程，你不要去搞这些乱七八糟东西。你通过这个 Agent SDK，你把所有你需要让模型去调用的这些功能都打包好，然后呢，告知大模型说来，我有这么多的这个工具，你用吧，然后你就只管提出要求，由模型自己才去决定什么时候去调用哪个 Agent 去干活，对吧？它不要去设计流程去，不要去手动规划流程，把这些工作都交给 OpenAI 的大模型，相当于什么？把五官和手脚做一个说明文件啊，然后呢，把这些东西一起扔给大模型，其他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这是 OpenAI 要干的。现在搜索本地文件操作啊，都是 OpenAI 自己已经提供了。那么你一旦提供了这些东西以后，你习惯了，那么这个迁移成本就会变高，特别是本地文件，你把大量的这个知识库都建在 OpenAI 的服务器上了，对吧？你想再迁移，这事儿费劲了。至于 CUA 的话，其实是给很多的 agent 打了一个样本。COA 就是这个计算机用户操作这个东西，对吧？我告诉你，这个我已经可以通过 COA 来去做很多事情了啊。那么，其他的这些 agent 我就可以把 COA 的过程简化一下啊，变成一个简单的 agent 就拿出来了啊。这个是现在 OpenAI 给 AI agent 整个的行业指出的一条明路。那么后续这个事情会如何发展呢？OpenAI 应该会推出更多的 Agent 功能啊。现在所推出来的东西其实还没有那么完整。现在大家看到了搜索，看到了这个本地文件处理啊，看到了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使用。但是咱们看看它前面有这个叫做Deep Research 啊，有这个 Task 啊，就是说你告诉他每天几点给我干什么事情，
然后呢，还有这个 operator 的东西呢，现在已经可以依靠这个叫做 CUA 啊，也就是计算机用户使用这个代理可以实现了啊。那么Deep Research 现在其实已经可以靠搜索和这个叫做本地文件可以去实现一部分。它的 task 现在我们还没有实现，然后其他的一些功能应该逐渐的还都会加进来，所以它未来的一些这个 agent 功能会慢慢的加进来一些，然后再往后，社区和各大的云厂商都会将自己的 OpenAI API compatible 升级到 Responses API 啊，这块应该我觉得1个月左右就应该都升级完了。现在我已经看到有一些这个社区的 API 已经开始升级了，这个未来的应该很快。谷歌和 XAI 应该也会照这个方向升级。那么谷歌也好，就是 Gemini 也好，这个 Grok 也好，等于他们也算搭上了这个 AI agent 的这班船啊。这个 Anthropic 前面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啊，搞定的这个 MCP 的这个生态应该会崩塌掉。国内的像什么千问啊，这个火山啊，应该在这1-2个月里头也都会升级上去。至于第三方的这些 MAAS，也就是模型级服务的这些云厂商，应该在努力的追赶啊 ，Open Router、Together 硅基流动这些应该在努力追赶。很多服务会将自己通过 Agent SDK 进行包装，OpenAI 用户是肯定最多的啊，就是使用 OpenAI 的OpenAI API compatible 的这些用户，一定是全世界所有 API 用户里最多的，而且可能其他所有的用户加一块都没有它多。那么，当 OpenAI API compatible 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事实标准。那么，当它有事实标准的时候，继续在这个基础上往前推一点点啊，OpenAI 就可以绑架所有的社区、所有的行业，跟着它一起转向。那么，一旦是这个各个社区，比如说通义千问啊，它把自己的这个 API 转换成了啊，或者升级到了 Responses API 了，那么其他那些人只要是把你手头的这个服务，比如查股票啊、查彩票啊、查什么天气啊，把这些东西包装成这个 Agent SDK 的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到通义千问上去用啊，就可以到火山去用，就可以到各个的这种 MAAS 的云上去用，所以这块一定是大家努力去折腾的事情。AI Agent 的方向现在算是发生改变了啊，原来是以流程为核心的，现在是以模型为核心的。OpenAI 呢也算成功的捍卫了自己老大的位置。那么再往后，模型级产品的这个口号又可以喊一段时间了，像 DeFi 啊、Coz 这样的平台，可能还会在一些这个需要强定制的市场里头继续玩耍。他们呢应该会加入这个 MCP 和 Agent SDK 的支持，至少 Agent SDK 一定会加。MCP 加不加这个事儿不确定了啊，因为原来像 DeFi 也好 Coz 也好，他们有一套自己的 API 这个描述语言，对吧？应该有些用的是叫 Open API 的一套规范挂进去的。那么现在的话，大家就统一的使用 Agent SDK 挂就好了啊，这个就可以搞定了。那么 DeFi 现在也开始在加 Agent 节点啊，它可以自动的规划一些事情了啊。那么这块他们应该还是有出路的。那么2025年的 AI Agent 将继续围绕模型大厂来去展开。那么 Grok、Gemini 和 Cloud 啊，应该算是利好。千问、火山啊，应该快速迭代以后可以是利好。DeepSeek 只继续去做它的基础模型就好了。以后推理的事情交给这个推理系统去迭代就完了啊，比如说交给像什么硅基流动啊，交给他们去搞啊。至于 Mars 这些厂商的话，这个就是 MAS 这些厂商可以分一杯羹，他们呢应该会去提供搜索和 RAG 服务了，对吧？不会说再把这些东西扔在外面了。现在很多的这些 MAS 厂商是自己不提供搜索的，自己也不提供 RAG。你比如说像我们去阿里云啊，像这个包括火山的这个引擎啊，火山的方舟引擎都是提供 RAG 和搜索的啊，那么他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用自己的服务，然后把这个
OpenAI 的系统全都替换掉啊，这个事儿是很好做的。而且 OpenAI 在做的时候就给你留出了替换接口来，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至于像 Manus 这样的没有底层模型只做产品的，就比较悬了啊。因为到最后呢，它相当于是什么？就是它只提供了个 UI，其他都不是它的，对吧？这个有点像以前安卓刚出来的时候，中国人干那个活咱们做那东西叫 launcher，对吧？我们只做一个皮啊。最后这些做皮的公司呢，除了小米最后长大了以外啊，这个小米是做皮的，就是它最早做的东西叫米 UI 嘛，其他的应该都被滚滚大潮给淘汰掉了啊。所以 Manus 现在可能也就是最后再蹦跶2天也就完事儿了啊。这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啊，就是 OpenAI 在 Manus 的刺激下，对吧？发布了它的 AI Agent 开发工具包的故事。好啊，这个第二个故事可能讲的有点太干太技术了啊。Agent 的读音是 agent， 好吧？好，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评论。老厂一身黑，竭力避免购买使用老厂的任何消费品。哎呀，这个就没法弄了。内卷是一种现金流短路的现象，本质是太努力，其实不是。内卷的一个原因呢是缺乏管理啊，缺乏规则，缺乏制衡。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缺乏对未来的信心。我必须要在短期内把这钱挣出来，如果我现在挣不出来的话，以后这个钱可能就不是我的。人性是，如果刷社交媒体比较天衣无缝的，也是一种本事。我的人性观察是，大国人比较喜欢造假，但是一般不认真草稿策划。这个怎么说呢？不理解啊。内卷也伴随着通缩，哎呀，这个通缩这件事儿就没办法了。来了，点赞，对，你们都点赞了没有？今天好像忘了喊大家点赞了啊。恭喜老范找到流量密码，但是也想问老范，你怎么理解自己被大家看到是把牛马们这波仇恨拉起来了，还是正义就是正义？第三个点，这个话题算软违规吗？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大家没看到我这才几百个人啊，对吧？这个还是没有流量的啊，这个离流量密码还很远。啊，然后至于说正义，我并不看有什么正义的事情啊，并不认为这件事儿。这个大家看到的还是因为可能我讲的比较开心而已。MCP 近期极火，不过可能也跟硅谷流行 SaaS 生态有关。国内都是封闭系统，不好说能不能使。我觉得后边都是 AI Agent 啊，都是 Agent SDK 的天下，这个大家应该会冲的。读《资本论》，社会福利不够就内卷。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吧。如果以后是机器人替代人干活，以后会不会内卷？还会啊，没什么好说的。发布开发工具包是鼓励用户多用 LLM，未必那么被 Manus 刺激啊。它其实真正被刺激的是 MCP 刺激了它，Manus 算是个导火索。内卷的本质是社会福利不够啊，这个我觉得社会福利是一方面了，还是对未来缺乏信心。现在相信《资本论》，哎呀，不信，我还是相信自己看的啊。北欧员工差旅都报销的，不知道这个《资本论》啊，这个《资本论》我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啊。OpenAI 这一套 Agent API 感觉出来的有点仓促，这个我觉得是被逼急了。是的，稍微有点仓促吧。应该我觉得是被 Anthropic 逼急了。Anthropic 等于最近第一个是在融资，第二个 Cloud 3.7确实效果很好啊。现在
用的人非常非常多啊，然后特别是编程这个地方，它要比 OpenAI 还是强很多的。现在甭管是 Cursor，还有像那个字节跳动的 Tree，还有 Windsurf，都是 Cloud 3.5和3.7作为默认的模型，但 Cloud 3.7真的是有点贵。我刚才拿 Cloud 3.7去改一个代码，大概半个小时，$2就给我干掉了。说到穷人就不内卷了，现在很多的内卷都不是穷人，穷人内卷没人在意，哎，现在是全社会内卷。家里华为手机里的微信这个我们就不管华为的事情了。那种一把斧头换三头羊的想法，这个我们不去讨论国富论了啊。网上的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不用当真。是的，这个牛在哪儿啊？我啥也没说呀。这个国富论我没看过，资本论我也没看过，开心了吧？我看看你们还在聊什么呢？我要快速的，没想到华为今天的招聘都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其他互联网公司也这种情况？这几年应该都差不多啊，都很费劲。虽然 OpenAI 很厉害，但不会有人愿意跟一家商业公司绑死。MCP 一开始并没有很火，但是现在模型能力上去以后，APP 的数据就很重要了，MCP 就有了很大的价值。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 OpenAI 比较强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它给的 SDK 吧很少，就是大量的都是社区自己做的。对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Dart 啊，就是 Flutter 上的这个 OpenAI SDK 是 Longchain 写的，对吧？然后你像 JavaScript 上的 OpenAI 自己应该给了一套，然后像那个我忘了那个词应该怎么念了，Vercel 吧，就是也是一个云服务厂商，他也给写了一套，效果可好了。这个，所以它只需要规定格式就完了，而且它规定完格式以后，大家去调用的时候，它这个 SDK 上都是写着你的模型的名字叫什么，你的这个叫 URL base，就是你在哪个地址上访问，然后你的 token 是什么，把这三个一换的话，你后边到底是不是 OpenAI 自己家的模型就无所谓了，对吧？所以它在这一块就是一开始出这个 SDK 的时候，它就是这么设计的。啊，你用它这个格式可以调各家的 SD 啊那个大模型，所以你并没有跟它绑死。现在真正绑死的就是它这个OpenAI API 的 compatible，就是大家跟这个格式绑死。对，东南亚肯定是不卷，你到泰国每天都一点都不着急啊。政府经常是希望啥就搞不成啥呀，政府希望啥我们也不知道了。Computer Use Agent 和 Browser Use Agent 都是核心，其实还好啊。你像我机器上是装的有这个叫 Playwright 啊，叫 Playwright 那个 Docker，它是专门做爬虫的，就是里边是仿真的 Chrome，你用 Computer Use Agent 你就可以直接调。然后那个Browser Use Agent 其实也是调的这个东西，就是都是调的这个叫 Playwright，对吧？那么你说我自己去写一个这个 Agent SDK 重新包装一下，我现在也看到有了，有人把这个 Firecrow 就是直接把爬虫包装成 MCP 的，那么后边就再找人去包装成这个Agent SDK 不就完事儿了吗？就是大家就都可以用了。可控的情况下，内卷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问题是，它这事儿内卷从来就不是可控的。你要我可控的情况下，我就会减肥，就不会长胖，对吧？写 code 还是 cloud 好使，这是这样的。现在是奥巴马让大家多休息，结果中美都不满意，这有什么不满意？我们挺开心的
agent 我们已经读到这儿了啊。中国不签 TPP，川普直接废掉 TPP。中国不是不签，中国是签不上，中国想签。而且我觉得川普这个折腾完了以后，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呢？就是每2个国家之间单独谈关税啊，咱们就不要搞一大堆的联盟啊，就可能会变成这样。内卷了，奶茶店倒闭很多，地沟油也没人在意了，然后居然就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啊！这个别这么想，现在中国地沟油都已经舍不得吃了，中国地沟油现在都出口到欧洲去了，出口到美国去了，做那个生物柴油去了。哎，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内卷故事吧。这个据说啊，某山东人跑到叫什么来着？跑到这个意大利去留学啊，然后呢，发现意大利公务员考试居然是不要求国籍的啊，不是说你必须意大利人才能考啊，他都可以考。然后这个山东人这个考公之魂就直接燃烧了嘛，跑去参加考试啊，然后以山东人考公的这个能力，肯定是轻松通过，然后发现哎，意大利的公务员居然这个什么呢？居然是这个非常轻松愉快，对吧？休假又多，然后这个事儿又少，就很开心啊。然后，以这个案例开始呢，很多人发现，这个特别是很多山东人发现，这个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公务员考试都是没有国籍限制的，对吧？那么以后可能意大利人上桌也要研究一下鱼头该朝哪边了啊。这个咱们当个笑话去讲就好了。咱们可以继续内卷，以后我们输出公务员，山东公务员。第二个故事感觉有点读稿线啊。其实我这个第一个故事呢，我是昨天，还不是昨天，是前天就把稿写完了。第二个故事今天生生写了一天啊。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我还是想把一些里边的技术点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吧，所以会讲的稍微的费点劲。但我如果真的展开了程序的部分往里来讲呢，这个就有点太对不起这些听故事的人了，对吧？这个程序这部分呢，可能以后会放到会员频道里去讲啊，怎么去做 MCP，怎么去做 Agent SDK，怎么去做这个部分。但是呢，这个剩下其他的部分就只能去读了，对吧？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要再展开了细讲的话，它就得讲代码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抱歉啊。这个感觉第二个故事讲的节奏不太好。是的，第二个故事有点太干啊，就是我把一些概念都讲了，但是呢里头缺例子。但是没办法，它这个确实是一个在大时代里头做的很重要的一步棋下来啊。但是呢，在这个里头的很多例子是需要，应该是要写程序才能讲明白的啊。Cursor 用不明白怎么办？这个用简单一点吧。Cursor 其实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复杂。你有钱$20一个月用 Cursor， 还是慢慢用吧。因为从过往 OpenAI 的产品发布对比这次的 API Agent 发布，明显少了造势。山姆奥特曼的这种专业政客不可能突然来一把。我觉得这一次还是有点釜底抽薪的感觉啊。直播卡吗？不卡，我这好好的。人力外包上市公司总部的部门都裁员了啊，忘了叫啥了。单方面降薪30%，对，大量人都搁家里待着，你肯定没法整呗。内卷没有底线，内卷提高竞争力只是昙花一现。内卷卷到头会崩的，这个事儿肯定没法一直卷下去。第二个故事挺好的，这个程序员可能听着还行，其他人就会费点劲啊。这个是啊，我这是有电子版，我一般都是在Xmind 里头写稿啊。第二把概念讲的我有点困觉，是啊，你这个历史的肯定听这个就费劲嘛。第二个故事适合程序员听，是的，对这种技术，老范准备个小白板，画一下联系啊，这个倒是有道理。我觉得第二个故事可能需要 PPT 啊，不是小白板，我是不喜欢小白板的啊，因为我写字难看。
这个 PPT 其实还是可以搞定的。哇，这个真有钱，你是不是应该给我订个会员啥的？这个你看你 Cursor 和 Windsurf 都定了，我都没舍得。我也觉得第二个可以啊，看来这个还是能够稍微听懂一点点编程故事了。好啊，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差不多到这儿？然后再预告一下啊，明天晚上7点半，啊，我们去讲吴彦祖的英语课啊，我们去找英语老师一起去讲一讲。然后我看看啊，老范的长处是技术也可以深入讲出故事来，这次例外，包括眼神儿是在看小抄啊，不是交流，是的。因为这一次呢，就是东西有点太多啊，就是我比如说里头讲一个点啊，比如说 MCP 跟 Agent SDK 啊，怎么去对比，我是可以讲出故事来的。但是，这次要讲的东西稍微有一点点多啊，因为它是整个的大行业转向，所以呢，确实是这个讲的有点太紧凑了。MCP 让大模型能够进入更多场景，其实如果按照 OpenAI 的产品地图，它把 ChatGPT 当成大脑，一路以来啊，缺连接工具的中间件，它就太扭捏了啊！现在等于给了 Agent SDK 以后，它就可以跑了嘛。硬核可以加个 PPT 啊，平时不需要。是的，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以后这个可以再加个 PPT，然后把一些细节讲一讲吧。但是那些的话，我就扔到这个叫什么里头讲吧，扔到这个会员频道里去讲。中国吴彦祖那么多是哪个啊？中国有好多吴彦祖吗？不知道。MCP 现在只有案例，还没有方法论。现在我觉得在方法论层次上的竞争就是 Agent SDK 确实是要比这个 MCP 要简单啊，这个就是最好的。MCP 各种信息非常杂，也蛮乱的，其实还好了，还好了，就是相当于是你向这个大模型描述了一个方法啊，然后在大模型工作的过程中自己去决定调不调这个方法而已，其他的并没有那么复杂，他们其实还是 function code 的那套东西。修电脑的吴彦祖啊，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网上有人评论内卷不是把实体店干崩吗？还是经济不行才把实体店给干崩了？哎，这个我觉得有些东西呢，该竞争是可以竞争的，但是还是要叫什么呢？这个还是要有底线。老范开讲前我看了一下 OpenAI 的发布，于是就听得不专心了，好吧？那么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然后本周的会员节目的话，是不是讲讲美股亏钱的事情，对吧？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讲一讲的。我觉得会员节目里头录课程，还是有点，有点让我很辛苦啊。第一个上周那个节目里头录的课程实在让我很累。第二个呢是这个叫什么呢？第二个是这种课程的这个节目没人看，哈哈。这个所以今天就是本周的会员节目还是唠嗑吧，唠一些这个不太适合在公众频道里唠的嗑，对吧？然后周六可能就是有一场直播啊，晚上有一场直播，然后就不再更其他节目了。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大家周末愉快。结束直播。